我叫周建国，年轻时在厂里干了30多年机床，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去，一个月工资2万8。这些年，我工资卡一直在我老婆林桂兰手里，房贷、车贷、继子李浩直播买设备，家里吃喝，女儿的生活补贴都是我出，我自己连双新鞋都舍不得买。这块表3000块，不是名牌，却是我连干了1个月夜班，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像样的东西。周建国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自己买块表。哟，表，老周你可以啊，胆子越来越大，还敢背着我妈藏私房钱。李浩，你别抢爸的东西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3000，周建国，你疯了吧？3000块买块破表，你不知道浩浩这个月直播设备还差钱？桂兰，这钱不是工资卡里的，是我自己熬夜拼力气挣的。你挣的？你挣的钱不也是这个家的？你一把年纪了，戴什么表？装给谁看？爸妈说的也没错，家里最近开销大，你买这个确实不合适。晴晴，爸一年到头给自己买过什么？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本来就该先顾大家。听见没？连你亲闺女都这么说，老周，你这觉悟不行啊！把表还我，还你，你配戴吗？李浩，这是我自己干夜班挣的钱，还你挣的钱。我妈说了，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。李浩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摔了就摔了，这个破表，省得你以后还想着藏钱。老周这么老实勤恳，怎么被家里人这么苛待？听说他工资全上交，全家都靠他养活，太不容易了。看什么看？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们议论？林桂兰，我工资卡给你20年，你给李浩买车，给他还贷款，给他直播刷设备，我没说过一句。你现在说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不是我亲儿子，我也供你到32岁，你张嘴闭嘴叫我老周，处处轻视我，我全都忍了。少来说这些没用的，你不就出了点钱吗？装什么伟大？晴晴，你是我亲女儿，今天爸就问你一句，我花自己上夜班挣的血汗钱，给自己买块表，到底错了吗？你还要孩子给你评理？周建国，你真是越活越小气，越活越矫情。行，我小气，那从今天起，我的工资我自己管。哼，你自己管？工资卡在我妈手里，你管个屁！这张卡明天就刷不了了。周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今天赶走，晚上就别回来，永远别回来。那就不回来。周先生，您确定要挂失原工资卡，并重新绑定工资账户吗？确定。原卡现在绑定了多项代扣，包括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和一笔直播设备分期。你这边确认全部解绑，这是每月的账单，您可以看下。全部解绑。好的，那旧卡在挂失后，对方无法继续刷卡或扣款，我这边马上给您操作。另外，鉴于您的情况，建议您可以开启短信提醒和大额支付验证。好，开。周先生，这边已经为您办好了，下个月工资会直接进入新卡。以前我总觉得一家人不该计较，可他们拿我的工资养出一身理所当然，我再不计较，恐怕连自己这点骨头都没了。哟，还知道回来？我以为你拿着你那破表出去住大酒店了呢。老周，表修好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众筹啊？李浩，爸手都划伤了，你少说2句。你闭嘴，关你屁事！爸，你今天确实闹得有点难看，妈年纪也大了，你别总让她生气。我让他生气，我的表被摔了，手被划了，到头来还是我的错。行了，你别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你一个男人挣钱养家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养家可以，但我不养闲人。你说谁闲人？谁32岁没正经工作，谁就是。周建国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叫你一声老周是看得起你。你从来没叫过我爸，你配吗？哥，你这话太过了。过什么过？浩浩从小没爸，我一个人拉扯他容易吗？周建国既然娶了我，养他不是应该的？你嫁给我以后，房子首付我出，车贷我还，他直播赔的钱也是我填，我还没养他吗？你少翻旧账，这个家没有我操持早散了。周建国，你真把工资卡换了？什么？那我下个月车贷怎么办？爸，你来真的？从今天起，我每个月只承担我该承担的生活费，李浩的车贷、设备贷，
你妈的信用卡，谁花的谁还。你给我！你抢了也没用，旧卡已经挂失了。老周，你凭什么？那钱是家里的。就凭，那是我的工资。建国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不，我只是想当个人。当个人？你在这个家吃我的住我的，我怎么没让你当人？你还委屈上了？这套房首付我出的，月供我还的，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娶了我妈，你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想自己拿走，没门儿！李浩，爸的工资也不是让你还车贷的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是讲理那边的。赵梅，你别忘了，你住的是谁家，吃的是谁家的饭。妈，这些年家里大头不是爸出的吗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反了。爸，就算哥花钱多，那也是一家人。你突然断了工资，大家怎么过？晴晴，你问大家怎么过，那你问过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这双鞋我穿了5年，可你哥一双鞋12000，你妈一件大衣6800，你一个包3500，我买块3000的表被你们摔了，还要我道歉？行了，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觉得自己出了钱？你一个男人斤斤计较，丢不丢人？林桂兰，你这句话我听了20年。那又怎样？李浩车贷我还了3年，共17万6；直播设备我还了6万8；你信用卡我还了9年，共31万。周晴工作前3年的房租我贴了7万2，家里水电物业、买菜、人情往来都是我工资出。你算这么清楚干什么？一家人还记账，你想恶心谁？你刷我工资的时候不觉得恶心？你林桂兰，别再动手了，我不欠你。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说不欠我，我没给你生儿育女吗？没给你操持家吗？所以我认了20年。爸，周建国，你敢跟我妈离婚？工资卡我收回了，这个家我也不想要了。你做梦！想离婚就把房子、工资、存款一半都给我。房子依法分，存款没有。至于工资，那是我的，谁也别想要。姓周的，你真以为离了这个家你还能活？我在这个家还像没活过。爸，你别冲动，你都快60了，离家能去哪儿？晴晴，你担心的是我去哪儿，还是这个家以后谁出钱？你今天赶走，我就让全小区都知道你周建国没良心，老了不要老婆孩子。你装什么可怜？我告诉你，工资卡明天必须交出来，浩浩的车贷不能断，晴晴房租不能断，家里开销也不能断。断了。想走，先把新工资卡交出来。你疯了！你这是抢！抢什么抢？那是我妈的钱，也是这个家的钱。让开！不交卡，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。李浩，我养你是看在你妈面子上，可你要是敢对我动手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你报啊！你说我抢工资卡，警察来了也得劝你家务事自己解决。周建国，你还敢报警，丢不丢人啊？摔我的表不丢人，抢我的卡不丢人，我报警就丢人。爸，你非要闹成这样吗？不是我闹，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。可是哥也不容易，他没稳定工作，你作为长辈多帮一点怎么了？晴晴，你叫他哥，可你记住，他花的是你爸的血汗钱。今天你站在他们那边，我不怪你，但从今以后，你想不明白，就别再来找我了。少吓唬孩子，你走啊！我看你离了这个家，谁给你洗衣做饭？再懒，我现在报警。爸，您路上小心，要是没地方去，我给您订个酒店。谢谢你，赵梅。赵梅，你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？妈，爸是这个家唯一在挣钱的人啊。老周终于走了，换我也走，这一家太欺负人。看什么看？是他自己没良心要走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林桂兰，明天开始，家里每1分钱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吓唬谁呢？我就不信你真敢断供。妈，就这双，直播穿这个有牌面。先生，这双是联名款，12000，包起来。好的。这件也不错，镜头里显贵。拿。女士，一共18600，刷卡。
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显示支付失败。再刷，还是失败。系统提示卡片已挂失，请您换张卡吧。挂失？不可能！你们机器坏了吧？这卡每个月25号进账2万8，怎么可能刷不了？女士，您可以换一张卡再试试。没钱还买1万多的鞋，刚才还挺横的。看什么看？好，先走。妈，我晚上直播要穿的。先回去找周建国。他还真敢挂失！他还真的都拿走了。妈，我车贷明天扣款，设备贷后天扣，他一断我征信就完了。那本来就是你的贷款。赵梅，你再说一句。我说错了吗？爸替你还了3年，你连一声爸都没叫过。够了，现在吵这些有什么用？先把他找回来。您拨讲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他把我拉黑了，打微信。微信也拉黑了。他玩真的。我来打。爸不接我电话，看来这次爸是真的伤心了。伤心？他有什么可伤心的？那么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学年轻人离家出走。我告诉你们，他跑不远。去哪找？他那种老实人，一辈子就知道上班，去他单位堵他。妈，这样会不会太难看了？难看？他不给钱才难看。明天一早我们去他单位闹，我就不信当着同事的面，他还敢不给工资卡？对，让他领导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。我觉得你们别去闹了，爸在厂里上班，别毁了他的工作。他都快60了，一个老工人能有什么工作毁了？妈，你们根本不知道爸在外面有多受人尊重。受尊重？他一个修机器的老头，谁尊重他？明天我要让他看看他的工资是怎么重新回到我手里。周建国，站住！老周，你挺能躲啊，电话不接，微信拉黑，工资卡也挂失，你什么意思？这里是厂门口，人多眼杂，您别在这闹事儿。我就要闹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个男人一个月2万8工资，不交家里，老婆孩子不管，自己跑了。这是周师傅家里人？对，这个周建国，别看在厂里老实，在家里抠的要命，工资不给老婆，还要闹离婚。妈，别喊！我为什么不喊？他敢做，还怕人知道？我们找他要工资卡是家务事儿，你少管。周师傅，要不要我叫人？不用。师傅，修机器的师傅呗。周建国，你少在外人面前装体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德行，我最清楚。他下夜班搬货，自己去买3000块的表，家里车贷房贷都不管。周师傅下夜班，他不是返聘技术顾问吗？什么顾问？他就是个老工人。小伙子，你说话客气点，厂里很多新设备都是周师傅带着调的。调个机器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会直播调设备呢。你闹够了吗？没够，把新工资卡交出来，我立刻走。不可能。那我就天天来你厂里闹，让你领导看看你是怎么抛妻弃子的。林桂兰，我每个月给你们2万8的事，你说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现在我收回自己的工资，你说我抛妻弃子？你少偷换概念。李浩32岁，有手有脚，他的车贷不该我挨罚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该自己挣。说的没错啊。 30多了，还让继父还车贷，也好意思来闹？李浩，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他就是欠管。你刚才动手了，厂门口有监控。监控怎么了？儿子不小心碰了你2下，又不是故意的，又不犯法。那就让警察判断。妈，别怕，他不敢，他报警自己也丢人。爸别报警，哥不是故意的。摔我表不是故意的，堵我门不是故意的，今天在厂门口推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晴晴，你到底要我忍到什么时候？周师傅，董事长马上到了，您怎么站在门口？你谁啊？周师傅，董事长听说您今天来厂里，特意把上午会议推了。他说老生产线改造的事儿必须当面请您定。什么老生产线？他不就是个修机器的吗？请您说话尊重一点。周师傅是远山重工返聘的高级技术顾问。顾问？就他？你们厂没人了吧？小伙子，你知道远山重工那条主轴线是谁救下来的吗？关我屁事，就是你嘴里的老周。吹吧，一个老头还救生产线，你们拍短视频呢？周建国，你可以呀，找同事给你演戏是吧？为了不交工资卡，脸都不要了。
爸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只是个普通的老头吗？少装！工资卡拿出来！今天不拿，我就让你在厂里混不下去。先生，这里有监控，你再威胁周师傅，我会通知法务和警方。吓唬谁呢？我是他儿子。你不是，你姓李，我养你，不代表你有资格抢我的工资。你个老东西！要不是我妈收留你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。李浩，你闭嘴！赵梅，你再帮他说一句，咱俩就离婚。离就离，至少我不用跟你一起丢人。赵梅，你疯了！疯的是你们。爸养了这个家这么多年，你们连一句谢谢都没有。够了，你今天想要工资卡，对吧？对，那是这个家的钱。想要可以，这就对了，建国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先把你们这些年花我工资的账一笔一笔写清楚。李浩车贷、设备贷、信用卡，你刷的每一笔都写成欠条。你做梦！那就没得谈。别动！周建国，周建国，你今天敢不给，我就让全网都知道你不养家。你可以发，记得把你摔我表、抢我工资卡、在厂门口动手的视频一起发。爸，别这样。晴晴，今天不是爸爸失做绝，是他们觉得我永远不会反抗。没天理呀！老头子有钱了就不要老婆孩子，大家都看看啊，他一个月2万8，比我们一家去死啊！董事长，周师傅，让您受委屈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周师傅是我秦远山的恩人，也是远山重工的老功臣，你们就这么任由他被欺负？董事长，您说错了吧？他就是个普通老工人而已，什么功臣恩人的，那都不是他。普通老工人，告诉他，周师傅是谁？20年前，远山重工主轴线事故，国外专家都判定整条线报废，是周师傅连续3天3夜守在车间，手工校准核心轴承，保住了整条生产线。那条线后来撑起远山重工第1轮上市，如果没有周师傅，就没有今天的远山重工。我们新员工入厂培训，第一课讲的就是周师傅，厂师管理，还有周师傅当年的照片。爸，这些你怎么从来没说过？就算他以前有点功劳，那也是过去的事儿。现在工资还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就该交给家里。你是周师傅的妻子？对，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他工资当然该我管。那你知道他这几年为了不让家里断供，白天在厂里指导设备，晚上去仓库搬货吗？那是他自己愿意。你再说一遍。周师傅的返聘工资2万8，过去3年有大额贷口共计67万3千，车辆贷款、直播设备分期、信用卡还款、消费贷，消费人李浩、林桂兰。60多万，这哪是养家，这吸血啊！关你们什么事儿？他愿意给，以前我愿意，现在不愿意。你敢不给，我就告你遗弃家庭。法务，李先生，您已32岁，有劳动能力，周先生对您没有法定抚养义务。若您继续在公共场合索要工资卡、抢夺银行卡、推搡周先生，我们可以协助周先生报警，并追究相应责任。你就这么看外人欺负我和浩浩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拽我表的时候你说我是外人，抢我工资卡的时候你说我是提款机，现在有人替我说话了，你倒开始说我们是一家人了。林桂兰，一家人不是这么当的。爸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辛苦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想知道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周师傅不是远山重工的普通员工，他是集团技术顾问，也是我秦远山亲自聘回来的老功臣。谁在厂区闹事、羞辱、威胁、抢夺他的财物，远山重工法务部会追究到底。周师傅，您要是愿意，集团给您安排专家公寓，工资、补贴、顾问津贴也会全部打到您本人账户，任何人都不能带走。专家公寓、补贴还有津贴。秦总，麻烦了，您当年救远山重工一次，现在该我们护您一次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工资跟你们没有1分钱关系。李先生，您刚才推搡周先生的视频我们已经保存，是否报警由周先生决定。建国，以后叫我周建国。建国，你不能就这么走！你工资不交家里，我们怎么活啊？大家都看看啊！他有董事长撑腰，就不要老婆孩子了。
跟他苦熬20多年，他如今发达了，非要把我们一家人逼上绝路啊！爸，刚才是我急了，说话难听，可咱们到底是一家人。我车贷明天就扣了，你不能真不管我吧？刚才你叫我什么？爸，你是我爸，我还能叫你什么？20年了，你第一次这么叫我，是因为车贷要扣了。这也太现实了，刚才还老废物呢，现在改口叫爸。你们少在这挑拨，我们家的事儿外人懂什么？李先生，周先生对您没有法定抚养义务。您刚才在公共场合抢夺银行卡、推搡老人、语言威胁，监控都在，再纠缠我们会报警处理。你少拿法律吓唬我！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懂不懂？他工资就是我的。林桂兰，我每个月给你2万8，你说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可李浩车贷、设备贷、你信用卡消费贷，哪一样问过我？一家人花钱还要一笔笔算吗？你给他们花的时候说一家人，我想带块表就说我自私。爸妈也是急了，家里突然断钱，大家都慌。晴晴，你不是小孩了，你告诉我，32岁的李浩该不该自己还自己的车贷？你再告诉我，我58岁，用我自己的钱给自己买块表，该不该被他摔？爸，您没错。仲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别再吸爸的血了。李先生，你要是在远山重工门口动手，我保证你今天走不出去。林桂兰，李浩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的工资以后我自己管，你们欠的债谁花的谁还。周建国，你真这么绝？不是我绝，是我醒了。妈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当然不能。他现在住哪儿，工资多少，公司给他什么补贴，我们都得弄清楚。妈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不是我想干什么，是你爸要作妖。如果不问清楚，你也没钱花。周老师，这是您的房卡和钥匙，水电物业集团已经统一安排，您安心住。我一个老工人，住这么好的地方不合适吧？周师傅，您别再说自己是老工人。远山重工主轴线救回来那年，我就说过，厂里欠您一套房。这么多年，我倒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安静地方住。周师傅，这是您的返聘合同补充协议，除去基础工资外，额外会给您技术顾问的专项津贴，每月1万2，项目奖金另算，全部打入您本人新工资账户。还有津贴？您这几年一直只拿基本返聘工资，您自己不提，但现在我们不能再装不知道。以前钱打到那张卡里，多少我也看不见，以后看得见，也得花在自己身上。我先买双鞋吧。买好的。您尾号7781，账户车贷扣款失败，请于今日24点前完成还款。完了，车贷真扣失败了。吵什么啊？不就是几千块吗？妈，是4800，还有设备贷3200，信用卡最低还款也快到了。你以前每个月都这么花，没想过钱从哪来？我花我爸的钱，轮得到你说？爸已经说了，他不认你这个。晴晴，你工资卡呢？先拿出来顶一下。妈，我这个月房租刚交，手里就2000多，是这月的生活费。2000多也拿出来呀！你哥车贷要紧，他征信坏了会影响以后生活的。钱都给他了，那我的生活费怎么办？你一个女孩子，省省就行了呗。你哥是家里的门面，听见了吗？爸以前就是这么被你们省出来的。周晴，你先转我2000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您的直播设备分期即将逾期。妈，你快想办法呀！明天去找你爸，他住集团公寓又怎么样？他越有钱越不能不管我们。你们还没明白吗？爸不是没钱，他是不想再给你们当提款机。你这么心疼他，就跟他过去啊！如果你继续这样，我真的会走。反了，全都反了！又是贷款公司。接啊，躲着有什么用？李先生，您的车辆贷款已逾期，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补齐钱款，否则将上报征信并启动拖车程序。我不是不还，我爸那边出了点问题，过2天就还。贷款人为您本人，和您父亲无关，请您本人承担还款责任。人家都说了，跟爸无关。赵梅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。我是在提醒你，你已经32了。够了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晴晴，你再给你爸打电话。他不接。不接你就去找，他不是住专家公寓吗？你去门口等。
你是他亲闺女，他还能把你赶出去？妈，昨天在厂门口，爸已经很难堪了。难堪？他有董事长撑腰，他难堪什么？难堪的是我们，全场都知道你哥还不上车贷了。那是因为李浩自己还不上，不是爸害的。你再说一句，我说错了吗？车是你自己要买的，直播设备是你自己要买的，鞋也是你自己要买的。爸不给你还，你就活不了。哥，别闹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找你爸。你要是不去，你哥征信毁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和爸负责，哥自己不用负责吗？周晴，你现在也学你爸跟我算账了是不是？妈，爸那块表碎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这么难受？一块破表你还替他说话？周晴，你跟他说，先给我转1万，我之后还他。拿什么还？你上个月问我借了3000，还没还。你是我媳妇儿，还让我还钱？我以前以为爸是家里最好欺负的那个，现在才知道他是最清醒的那个。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找周建国，我是他女儿。周先生今天上午不见客。不见客？我是他亲女儿。周先生交代过，如果是周家人来访，需要先电话确认。爸，你连我也不想见了吗？进来吧。喝水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辛苦，我以为家里钱够用，你工资高，妈管着也没什么。你今天来是你妈让你来的吧？看来我猜的没错。爸，我不是来逼你的，我只是想问问哥那边要是逾期会不会很严重？你看，算账，我记这些是怕自己哪天忘了我这辈子到底挣了多少钱，又花到了哪儿去。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用知道。爸，我不知道。你妈替你们把我的付出包装成了理所当然。那我的房租，还有我刚工作那几年，我给的。我给你是因为你是我女儿，你刚毕业确实难，我没想让你还。但李浩不一样，他有手有脚，32岁，一笔一笔把我的工资当自己的零花钱。他摔我表那天，你站在旁边说我不合适。爸，我错了。晴晴，错了可以改，但你今天要是来替李浩借钱，那你不用开口。这是李浩这些年贷扣总额，光我有记录的就67万3千。他如果真要钱，让他自己来，带着欠条来，写清楚借多少，什么时候还，逾期怎么算。他不会写的。那就让他的车被拖走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哥要学，你妈也要学。爸，你以前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们没人听。接吧，开免提。晴晴，见到你爸没有？钱要到了吗？让他先转1万，不转2万，浩浩不能逾期。妈，哥的贷款让他自己还，爸不欠他的。周晴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哥的贷款让他自己还，爸不欠他的。再说了妈，爸给这个家已经还的够多的了，他买一双普通的运动鞋都要想半天。哥买一双1万2的鞋，你连眼睛都不眨。你是不是被你爸洗脑了？你哥要是征信毁了，以后还有脸见人吗？周晴，你现在站他那边了是不是？嘴巴放干净点。行，都不管我是吧？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他不是要面子吗？不是公司护着他吗？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他这个老功臣是怎么抛弃妻子的。月薪几万，老父亲有钱住专家公寓，却逼妻子还贷，亲儿子差点断供。李浩，你这是造谣！我造什么谣？他是不是有钱？是不是不管我们？我妈是不是他老婆？你把前因后果剪掉了。浩浩，这个真能让他回来？现在网上最恨这种有钱不顾家的老人，只要骂的人多，他公司也扛不住。你不能把……滚开！
说他发达了不要家，说他有董事长撑腰，欺负老婆孩子。李浩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，该后悔的是他。他怎么能这样？爸，您不生气吗？生气有用吗？那怎么办？网上的人都在骂您。网上的人骂，是因为他们只看见李浩剪出来的东西，那就让他们看完整的。明天你跟我一起去银行，把这些年流水都打印出来。好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个沉默了半辈子的父亲，不是不懂反击，他只是以前舍不得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来帮一位可怜阿姨讨公道。她老伴儿月入几万，住高档专家公寓，却把一家人逼到断供。我不求别的，我就想让他回家。他工资以前都是交给家里的，现在他有本事了，就嫌我们拖累他了。吃东西了，老人也有渣男啊！让他出来！是啊，他现在还要看我的征信毁掉。李浩，你说这话不亏心吗？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老婆，被我爸给洗脑，现在也帮着他说话。你敢把你摔爸手表、抢工资卡、推人的视频也放出来吗？还有这种事儿？那就是一家人拌嘴，哪家过日子不吵架呀？他一个大男人跟我们计较这些小事儿。各位，这里是业主拘束区，请不要直播拍摄业主隐私。我们是在维护弱势群体权益，你们是不是想包庇有钱人？秋晴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告诉大家，他是不是你爸？他是不是不管家里了？晴晴，说啊，说你爸以前工资都交家里，现在突然断供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就是他，看着挺老实啊，老实人狠起来更狠。周建国，当着这么多网友，你敢说你没钱吗？你敢说你不是住专家公寓吗？你敢说你没断我的车贷吗？我敢说，我敢说。你是主播，我是帮阿姨讨公道。那你敢不敢播完整？不敢的话，现在关直播，我只跟律师说。让他说，别怂啊，主播。有反转啊？行，您说，我们直播间几十万人看着，谁也别想赖。周建国，你别装神弄鬼。这是我近3年工资流水，每月2万8，入账当天全部转到林桂兰账户。这是李浩车辆贷款扣款记录，3年17万6400，3年17万。这是直播设备分期6万8，那是你自愿的。以前是我自愿，现在我不愿意了，他就带人直播骂我不养家。等下，儿子32还让爹还车贷，这不就是啃老吗？这是剪辑的视频吧？那阿姨说您逼全家断供，我断的是李浩的车贷、设备贷、林桂兰信用卡，家里正常生活费，我愿意依法承担，但啃老不算生活费。你别拿这些丢人现眼。桂兰，你觉得丢人，是因为这些账见不得光。这是那块被李浩摔碎的表的付款记录，3000块，那是我下夜班搬货1个月买的。我1个月工资2万8，给这个家花了20年。前2天我只是想用额外赚的夜班费来给自己买块3000块的表，他们就说我自私，表都不让买，2万8都交家里，还要下夜班买表，这家人太离谱了吧！32了还啃老，你别卖惨，你工资高，养家不是应该的吗？养家是应该的，但养你到32岁，还要被你骂老废物，不应该。浩浩从小没爸，你多照顾他一点怎么了？不能因为你是继父就不把他当亲儿子吧？我一直拿他当亲儿子。他上学我送，工作找不到我托人，结婚没钱我出彩礼，车贷还不上我替他扣，直播赔了我补窟窿。可他摔我表的时候说我不配贷，他抢我工资卡的时候说那是你们家的钱，他推我的时候说儿子推继父不犯法，这些是真的吗？那都是气话，一家人吵架，谁没说过难听话？我作证，都是真的。你闭嘴！你是我们李家媳妇，怎么帮外人？爸不是外人，外人不会替李浩还3年车贷。妈，晴晴，你也要背叛我？妈，我不是背叛你，我是不想再昧着良心了。周晴，你别忘了，
我是你哥。你不是我亲哥，可我爸养你，比养我这个亲女儿还多。等等，我刚反应过来，李浩不是周先生亲儿子。对哦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周，还真不是亲生父子。继子，32岁继子，这让人还车贷。视频标题骗我，主播快道歉！别动，刚才你让大家看，现在大家还没看完呢。周先生，证据已经同步保存。李浩发布剪辑视频，涉嫌侵犯名誉权。若继续传播不实信息，我们会正式起诉。起诉？你起诉你儿子周建国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你儿子。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你儿子。我以前认，是因为我想让这个家好；现在我不认，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好。支持老人断供。这不是不养家，这是止损。继子啃老还网暴，太恶心了。阿姨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那你再把钱给我一次，我把车贷还清，以后不找你。你刚才不是说我抛妻弃子吗？现在又要我给钱，你不给，我就继续发视频，我看你公司能护你多久。这句话直播间已经录下，构成持续威胁证据。李浩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删除造谣视频，向我公开道歉，以后你的债你自己还；第二，我起诉你侵权，同时追偿这些年我替你偿还的非必要债务。追偿？你还想让我还钱？你不是说那是我自愿给吗？那就让法院看看哪些是家庭必要开支，哪些是你个人消费。周建国，你不能这样，浩浩会被你逼死的。他不是被我逼的，他是被你惯坏的。妈，爸这句话早该说。家人们，刚才情况有反转，我会把完整视频放出来，也向周先生道歉。我不是不养家，我是不想再养一群把我当提款机的人。说得好，老人清醒，支持追偿。周建国，你来真的？从今天开始，账一笔一笔算。你不能告我，我是你儿子，你养我就是应该的。我没有你这个吸血鬼的儿子，养你也不是应该的。李先生，您的逾期记录已生成，请尽快处理。这群人懂什么？他们知道我压力多大吗？你的压力都是你自己花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回我妈那儿住几天。赵梅，你这个时候走，你是不是看我们家没钱了就想跑？妈，我嫁过来3年，周爸贴了这个家3年。你们有钱的时候我没贪过一分，现在没钱了，我也只是想躲开你，过几天平静日子。你少装清高，你吃的用的不也是我们家的？准确说是爸的。不许走！你是我老婆，我现在出事，你就得陪我扛。你出事是因为你造谣啃老离婚，不是因为我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离婚？如果你还不改，我会考虑。你吓唬我？你一个客服，1个月几千块，离了我你怎么活？我1个月几千块，至少是我自己挣的。你呢？你连车贷都要继父还。滚！你滚！我们李家不稀罕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媳妇儿。那我滚。但李浩，你记住，你再拿我的名义贷款，我会报警。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初就不该让他进门。平台也封我，那怎么办？网上骂成这样，你爸那边还要告你。告就告，我就不信他真敢把我送上法院。好，万一他真敢呢？那就让他先撤诉，明天我们去公寓堵他。他要是不撤，我就跪在他门口，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周先生，目前有3部分证据：第一，工资长期转入林桂兰账户的流水；第二，李浩个人贷款由您账户贷款的记录；第三，直播造谣、威胁、剪辑视频的证据。名誉侵犯可以发律师函，追偿部分需要进一步确认哪些属于您真实自愿赠与，哪些属于被隐瞒、胁迫或非家庭必要支出。我明白，能追回多少是一回事，态度要摆出来。您确定要继续推进离婚吗？确定。爸，如果妈来求你呢？他不会真求我，
他只会求我的工资。这20年我让的够多了，再让我就不是善良，是犯奸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说这么重的话，可我没觉得难听，只觉得心疼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拖我车的？李先生，您的车贷逾期，金融公司委托我们依法拖车，请您配合。就逾期1天，你们凭什么拖？合同里写的很清楚，逾期后平台有权启动风险处置，具体您可以联系贷款公司。这不是李浩的车吗？以前天天说自己开豪车，听说车贷一直是他继父还的，真的假的？30多了还啃老人？看什么看？谁家没个周转不开的时候？周转不开还买1万多的鞋？朱晴，你跟老周说我车被拖了，让他马上转钱。哥，那是你的车。你少废话！你爸要不是断供，我车会被拖吗？是你自己没还款能力，还贷款买车。你现在跟他一个鼻孔出气了。我只是想。先生，请不要损坏车辆，车辆现在处置权已经不完全由您控制。这车是我的，贷款没还完之前，不完全是。笑什么笑？浩浩，别跟他们吵，我们去找周建国，他有钱，他必须管。周建国，你让我没脸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周先生，他们说是您家人，我已经通知您了，辛苦了。周建国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浩浩车被拖了，你满意了？他贷款逾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以前一直是你还，你突然断供，害我逾期。你自己买车，自己签贷款合同，我替你还是情分，我不替你还是本分。你少和我扯这些，你就是故意报复我。我如果真要报复，昨天就报警。建国，浩浩年轻不懂事，车被拖了，他以后怎么出门，怎么直播？你先给他把钱补上，咱们回家慢慢说。你们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跟我道歉？道什么歉？现在是说钱的事儿，那就没得谈。你再碰我一下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先生，请不要骚扰业主。业主，他是我继父，在这里，他首先是本公寓业主。车被拖是第一课，以后还有房贷、信用卡、生活费，你们慢慢学。女士，您长时间滞留大厅会影响其他业主通行。我找我老公也不行，他住这么好的地方，把老婆扔外面，你们还帮他拦着。建国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让律师来干什么？吓唬我啊？林女士，这是周先生委托我准备的离婚诉讼材料和财产初步清单。若协议离婚无法达成，我们将向法院提交。离婚诉讼？周建国，你还真要跟我离婚？我说过我要离婚。我不同意。那就走法院。你离婚可以，房子、工资、存款都得分一半，还有我妈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得给补偿。李先生，您不是婚姻当事人。我是当事人，我跟他20多年，家里都是我操持。他现在有工资、有津贴、有公寓，我凭什么不能分？婚内共同财产可以依法分割，但周先生的工资收入如何支出，双方共同债务如何认定，您及李先生的个人消费是否属于家庭必要开支，都需要证据支持。什么个人消费？我买衣服、打牌、给儿子还贷，那都是家里的事儿。打牌输的钱也是家里的事儿。李浩直播赔的钱也是家里的事儿，1万2的球鞋也是家里的事儿。你一个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，一笔一笔翻旧账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以前我不翻，你们就当没发生。另外，关于李浩先生发布剪辑视频侵犯周先生名誉一事，我们已准备律师函，
若24小时内不公开道歉、删除不实内容，周先生会正式起诉。你真要告我？是。我叫了你20年爸。你昨天才第一次叫。建国，我们一把年纪闹到法院多难看啊！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非要让外人看笑话吗？你直播的时候没怕外人看笑话，去厂门口闹的时候也没怕外人看笑话。现在要讲体面了。林桂兰，我不跟你吵，要么签协议，要么法院见。不让你起诉！李先生，撕毁送达副本不影响诉讼，刚才行为已记录。你撕1份，我还有10份。建国，我胸口疼，你真要把我逼死吗？需要叫120吗？不用，你就不能关心我一句吗？我关心过你20年，20年夫妻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我年轻时候跟着你，没享过福，现在你工资高了，有公寓了，就想甩了我。你说你没享过福，那我问你，家里第1台空调谁买的？你金镯子谁买的？李浩结婚彩礼谁出的？你每个月打牌输钱谁补的？我那是社交，女人在家也要有自己的圈子。你的圈子要钱，我的表就是自私。你的金镯子是享福，我的新鞋就是浪费。李浩的车贷是门面，我的劳保鞋开销就是活该。你说操持这个家，家里饭菜是我下班买，水电物业是我交，坏了灯泡是我修，李浩的窟窿是我填。你操持的是我的工资卡。说的太扎心了。这种家谁待得下去？你胡说！我给你洗衣服，我照顾你生活。我这几件衣服洗到发白，你给李浩买1件外套，顶我10年衣服钱。晴晴呢？我要见晴晴，她是我养大的，她会替我说句公道话。晴晴今天上班，那你就更该想想孩子，她以后结婚生孩子不还得靠娘家？你现在把家拆了，她以后怎么办？我给晴晴准备了一笔钱，不经过你，也不经过李浩，她需要我会帮，你不用拿她绑架我。你给周晴准备钱，那我呢？你没有。凭什么？我叫你爸20年，你叫的不是爸，是提款机。好啊，你亲闺女有钱，我儿子没有。周建国，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你就是从来没把浩浩当亲儿子。我没把他当亲儿子吗？我养了他20年，花了几10万。可他把我当亲爹了吗？林桂兰，你别再拿20年夫妻情压我。你心疼的不是婚姻，是工资卡；你怕的不是离婚，是没人替李浩还债。材料照常提交，明白？建国，你别走，咱们再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，法院见。妈，不能等法院，法院要是看流水，我们肯定吃亏。那怎么办？你爸现在油盐不进，他不是说我的贷款是个人消费吗？那我们就证明这些钱都是家庭共同用的。怎么证明？就说我买车是为了接送你，接送周晴，帮家里办事儿；直播设备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；信用卡买衣服也是你为了维护家庭体面。可这些，法院会信吗？我们写个说明，让赵梅也签字。她是我老婆，她签了就能证明。梅梅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拿身份证和结婚证。梅梅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之前是妈说话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帮我签个字。家庭经营，你直播间一天3个人看也叫家庭经营？你别管那么多，签了就行。我不签。赵梅，你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人？你签个字能怎么了？签了就是作伪证。什么作伪证？这是事实。我买车没接送过你吗？我直播没想赚钱吗？你买车那天怎么说的？还记得吗？这车必须买，直播拍段子有排面，老周工资高，让他还就行。
还有设备贷。设备先上最贵的，反正钱从老周卡里扣，他又不知道。梅梅，这都是夫妻吵架，你录这些干什么？我以前录是怕他哪天拿我的名义贷款，没想到先用来救爸。赵梅，你敢把这些给周建国？我已经发给周晴。嫂子，谢谢，这个证据很重要。你打，你动手我就报警，你伪造证据我也会报警。好，别冲动。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发给你。这2段语音很关键，能证明李浩明知贷款是个人消费，还长期默认由周先生代扣。这是我整理的时间线，从李浩买车到直播设备，再到昨天伪造共同债务说明。你今天请假会不会影响工作？爸，以前您帮我太多，这一次我想帮您。离婚诉讼部分，我们重点明确3点：第一，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；第二，李浩个人贷款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；第三，李女士长期掌控工资账户，存在大额个人娱乐消费和非必要支出。我可以作证。我以前确实被妈影响，总觉得爸挣钱就该给家里，但现在这些账我看过了，我能证明爸不是不养家，是被过度索取。成年子女证言可以作为辅助，更关键的还是流水转账、聊天记录和消费用途。这是我自己记的账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有用，它不能单独作为全部证据，但能和银行流水互相印证，尤其是长期、连续、清晰的记录，非常有参考价值。爸，让我看完。都过去了。没过去，是我过去没看见。爸，你以后别省了，你想买表买，想喝茶喝，想住这儿就住这儿。晴晴，爸不怕苦，爸怕的是我苦了半辈子，你们还觉得我欠你。我不这么觉得了。周先生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看到离婚财产清单里，您名下还有一套老房子，对吗？有，那是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，婚前就过户了。房本和过户时间能提供吗？能，在老箱子里。爸妈知道这套房吗？她以前知道个大概，但一直嫌那房子老，不肯去住。那李女士一旦知道房子还在，可能会主张分割。虽然婚前财产原则上属于您个人，但我们要提前准备证据。该准备的都准备，她要争，就让法院判。妈，你找什么呢？你爸以前有个老房子的材料，我记得见过。老房子？什么老房子？幸福路那套老房子，你奶奶留下的。值钱吗？以前不值钱，可我听说去年那片改造，要是真拆迁，少说也值100-200万。妈，那你还怕什么？离婚分他一半啊！可这是他妈留给他的，好像是婚前。婚前怎么了？你跟他过了20多年，这房子没你份儿。再说那些年你没照顾他妈，没给这个家操心。妈，你想想，他现在有工资、有津贴、有公寓，还有老房子，他一边装可怜，一边把值钱的东西都藏着。你要是现在不争，以后可全都是周晴的了。他今天也站到他爸那边去了，所以更不能便宜他们父女俩。可法院要是说婚前财产不给分呢？那就说你出钱装修过，说你照顾过他妈，说这房子这些年一直是你们共同维护。反正你们是夫妻，你不争怎么知道争不到？对，20多年夫妻，他凭什么把我一脚踹开？工资不给我，房子也不给我，没门儿！时间线很清楚，房屋取得时间是在您和李女士登记结婚之前，且来源是您母亲赠与，并明确给您个人，原则上属于您的婚前个人财产。他会争，他很可能会争。常见说法是婚后共同维护、共同装修、共同还债，或者主张自己对房屋增值有贡献。那房子一直空着，没装修、没出租、也没贷款，那就更简单了。我们这边准备好水电记录、物业缴费记录、空值证明、房屋状态照片，就能避免对方编造投入。以前我总觉得女儿还小，
可现在他也能站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面对风雨了。周建国，幸福路那套房子你别想独吞，我跟你过了20多年，你妈留下的东西也有我的份儿，你要是不给，我就跟你打官司。他真的知道了。比我们预想的快。爸，您别难受。我不难受，这房子是你奶奶留给我的。她临走前说：“建国啊，人这一辈子再苦也得给自己留个落脚的地方。以前我没守住工资，现在我得守住你奶奶给我的家。那我们就准备应诉。她要打，我奉陪。”他回了吗？没有。他肯定是怕了。妈，你明天就去找律师，别光要工资，房子也要，最好让他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？对，就说他婚内转移工资，抛弃家庭，精神虐待。现在网上虽然反转了，但我们还能说他冷暴力你20年。对，他这些年不爱说话，不就是冷暴力吗？还有，他把工资卡冻结，不就是恶意转移财产？没错，我要告他，我要让法院判他把工资、房子、公寓全吐出来。妈，只要拿到老房子，我车贷就有救了。浩浩，你放心，妈不会让周建国和周晴把钱都抢走。反正那套房子我要定了。爸，这次我又录到。妈，到时候房子卖了，我车贷、设备贷都能还上，剩下的钱咱们还能重新换套大房子。对，周晴那个死丫头，现在跟他爸一条心，绝对不能让他占便宜。嫂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听，反正那套房子我要定了，到时候房子卖了，我车贷、设备贷都能还上，剩下的钱咱们还能重新换套大房子。他们压榨了爸一辈子不说，离婚了还要拿奶奶留给爸的房子去给李浩还债。你现在才看清也不晚。这录音能给律师吗？我就是想给爸留个证据，虽然我不懂法律，但至少能证明他们不是被逼无奈，是算计好的。嫂子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我以前也软弱，很多事看见了没敢说，但是现在再不说就真对不起爸了。你真的要跟李浩离婚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钱，只要能拿到钱，他连亲人都能踩。我不走，下一个被他拖下水的就是我。妈，赵梅今天是不是都要回来拿东西？你们俩站这儿干什么？听你们怎么打我爸房子的主意。什么叫打主意？夫妻共同财产，依法分割，懂不懂？那你刚才说拿房子还车贷，也是依法分割。赵梅，你又录音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妈，您说话最好小心点。上次您骂爸的视频刚反噬，您不会还想再来一次吧？哥，你再抢我就报警了。周晴，你真要把这个家拆了？拆这个家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贪得连爸最后的落脚处都不放过。婚前房产原则上属于个人财产，想分不容易。那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就一点都拿不着？能不能拿到要看证据，比如婚后共同装修、共同还贷、重大维护投入、长期共同居住使用等等。如果没有证据呢？证据这个东西有时候可以补。怎么补？找装修店开几张收据，写婚后装修，找邻居证明你们夫妻共同住过、共同维护过。再说你照顾过他母亲，对房屋取得有贡献。可他妈去世前我跟他还没结婚呢。那就说婚后你逢年过节一直照顾老人，后来老人感念你们夫妻，才让房子留在周建国名下。只要证人说的圆，调解的时候就有筹码。妈，我就说能争吧。这算不算骗人？打官司嘛，谁不是各说各的？你不说，房子就一点都没有；你说了，至少能谈钱。说，必须说。你们先准备3样东西：第一，装修收据；第二，物业缴费或维修记录；第三，邻居证言。只要有这些，哪怕房子分不到，也能逼他补偿一大笔。那我要多少合适？先开高点，房子估值200万，就要100万补偿。100万？妈，这下我车贷全解决了。记住，不能说是给儿子还债。要说是对李女士多年婚姻付出的补偿。对，是补偿，是她欠我的。你跟踪我们？我来找律师咨询离婚，没想到你们也在。正好，赵梅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等我妈拿到100万，你别后悔。100万？好，别跟她说。你们是不是想做假证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放心，这句话我没录，
但我提醒你，伪造证据不是家庭矛盾。赵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儿子倒霉，你就这么开心？我只是想让你们别继续犯法。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妈拿到钱，你跪着回来我都不要你。那太好了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别管他，先去找装修店。老板，帮个忙，开几张老收据，时间写10年前，装修地址写幸福路。10年前？你们现在才来开？这不以前收据丢了，现在打官司要用，你帮忙补一份，我们给钱。你们不是想补收据，是想造假吧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就开个收据，我又不让你上天，钱不少你的。老板，收这钱之前，您最好想清楚。赵梅，你又拍？我没拍你，我在拍证据。别在我店里闹！他们是不是让你开10年前的假装修收据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开，你们赶紧走。老板，你刚才不是答应了吗？我可没答应，你别害我。你怕什么？一个破收据而已。对你来说是破收据，对法院来说可是伪造证据。赵梅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逼死？是你们自己一步步往坑里跳。你现在帮周建国，将来别想从我这里拿1分钱。我从来没指望过从你这儿拿钱，我只想别背你的债。这段我会发给周晴和律师。你不能发，赵梅，我是你婆婆。您刚才不是说我是外人吗？走，你们别害我店，我要是被查了怎么办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也不用做这么绝吧？我也不想做这些，以前想着给你留点体面，可我没想到你现在为了钱连假证都敢做。我这是被逼的，周建国不肯给钱，我车被拖，真心坏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你可以工作，可以卖车，可以还钱，可以认错，但你选了最烂的一条。好都是为了活下去呀！妈，您到现在还觉得他没错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不护他护谁？您护了他30多年，把他护成了现在这样。妈，别跟他废话，装修收据弄不到，我们找邻居作证，人总有能花钱买通的。他们开始伪造装修证据了，注意防备。爸，太久没来了。建国，你回来了。昨天接到你电话，我今天下楼好几趟来等你。刘叔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啊。你妈走了，你也很少回来了。这些年你们家房子一直空着，我还帮你看着门呢。刘先生，您能证明这套房一直空置吗？能啊，水电没动过，钥匙就建国有1把，我这儿有1把备用，是他妈临走前托我照看的。你奶奶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建国啊，你这人心太软，容易为了别人活。妈没本事就给你留个小屋，以后真过不下去了，回来有个落脚处。”爸，那时候我还笑他，说我有家怎么会没地方去？没想到最后真是他说中了。周先生，我需要拍房屋现状、家具积灰、水电表、门锁状态，证明这里长期无人居住、无人装修。好，这些年你老婆也没进来过，倒是有一次我在楼下碰见她路过，她说这破房子白给她都不住，可她哪知道，她口中的破房子是老人对孩子的一片心呐。这句话我可以记录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些年建国虽然不怎么回来，但他家的事儿我们这些老邻居都知道。现在闹成这样，他媳妇儿做的不地道啊。建国，你放心，你妈给你留下的房子，刘叔不会眼看着他被人昧了良心抢走。谢谢您。谢啥？你妈当年帮过我家，我记着呢。爸，这是奶奶的。是啊，你奶奶爱喝茶，我也跟她学着爱喝茶。这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挣，我是为了给自己留最后一点念想。周建国，你果然在这儿！师傅，就是这套，给我换锁。谁让你换锁？我是你老婆，这也是我的家，我换自家门锁怎么了？你们这房子产权是谁的？夫妻房产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开你的锁！师傅，这套房产权人为周建国先生，且目前存在婚姻财产争议，未经产权人同意，你不能换锁。那我不开了，你们别找我麻烦。你收了钱就得干活，我可不敢违法。没用的东西。
婆住，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他把我当外人。桂兰，你少在这颠倒黑白。这房子是建国妈留给他的，多少年没人住，你什么时候成女主人了？刘叔，您不能帮他说话呀！我跟建国是夫妻，他妈不也算我妈吗？妈，当年建国妈住院，你去过几回？她葬礼那天，你还嫌老房子晦气，站外面都没进来。我记得他那天确实没进来，还说这破屋迟早塌，谁住谁倒霉。你们都记错了。妈，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也在，您确实没上楼。周晴，你连这个都要帮你爸说？我是在说事实。事实就是你爸现在有公寓、有房子、有工资，却想把我妈赶出去。你妈现在住的房子，我没赶她走。幸福路这套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婚前房子，你们要换锁占房，我可以报警。报啊！你现在除了报警还会什么？好，你还真报？周建国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和浩浩逼进局子？你们今天来换锁占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果？现场视频、邻居证人、开锁师傅证人都已经记录。林女士、李先生，你们如果继续强行占有房屋，性质就不只是家庭纠纷了。我就是想看看房子，又没真占。开锁师傅都带来了，还说没想占？谁报的警？我报的。他们未经我同意，带开锁师傅来换门锁，占我名下房屋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老婆，夫妻之间，我来看看房子怎么了？看房子需要带开锁师傅换锁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家务事儿，房子我妈也有份儿，她换锁很正常。这套房登记在周建国先生名下，取得时间是在婚姻登记之前，来源为其母亲个人赠与。现在双方离婚财产争议正在准备诉讼，对方无权擅自换锁占有。林女士，房屋产权争议可以走法院，你们不能私自换锁，更不能强行占房。可我是他老婆啊，我跟他过了20多年。夫妻关系不代表可以擅自处理对方婚前登记房产，具体全属法院判。但你今天这个行为不合适。警察同志，我可以作证，这房子这些年一直空着，桂兰从没住过，也没装修维护过。建国他妈去世后，就他偶尔来看看。我也能作证，他以前还嫌这房子破。对，他说白给都不住。你们一个个都收了周建国好处是不是？你别张嘴就污蔑人！这是近10年的水电缴费记录，基本都是最低保底。物业也有空置登记，房屋照片也已拍摄，屋内无装修痕迹，无共同居住痕迹。材料我们看到了，李女士、李先生，你们现在离开，后续有争议走法院，不要再来私自换锁。那我妈就白跟他过20多年。婚姻问题法院处理，你个人不要扩大冲突。我扩大什么冲突？他把我车都害没了。你的车跟这套房有什么关系？林桂兰，这房子你可以去法院争，但你要是再带人来换锁，我还会报警。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抢走。周建国，你别得意，法院还没判呢。那就法院见，你也走。再闹，我们按扰乱秩序处理。你等着，我等着。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老天爷啊，我命怎么这么苦？都是你害的！李浩，松手！放开周先生，干什么？松手！赚我钱，拖我车，逼我老婆离婚，现在还要抢房子，你就是想把我逼死！钱不是你挣的，车子不是你买的，婚姻是你作没的，房子更不是你的，我哪儿逼你？还想动手？放开我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。刚才已经警告过你，现在你涉嫌寻衅滋事和殴打他人未遂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他就是一时冲动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他32了。建国，你快跟警察说算了，浩浩不能留下案底啊！他动手的时候你拦了吗？他摔我表的时候你护着他，他推我的时候你说儿子推继父不犯法，他造谣我的时候你帮他哭，现在他要打我你还让我算了。林桂兰，你不是没反应过来，你是永远觉得他做什么都该被原谅。
周先生，您这边是否追究？爸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你别让他们带我走。我不接受私了。周建国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我狠一次，是为了以后不用再被你们逼100次。周建国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爸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一会儿进去你就咬死3点：第一，你多年操持家务；第二，周建国婚内恶意转移工资；第三，幸福路老房你有共同贡献，要求补偿。态度要可怜，不要吵。你越像弱势，调解员越会劝他让步。建国，浩浩被带去派出所，我这几天都睡不好。我们一家人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这路是你们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。我承认我以前脾气不好，说话难听，可20多年夫妻，你就真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我嫁给你这些年也不容易。浩浩小时候没爸，我又要顾家又要顾孩子，你在外上班，我在家操心，这些不是付出吗？建国，只要你撤诉，把工资卡恢复一部分，浩浩那边你再帮一次，房子的事儿咱们也可以慢慢谈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还是工资、李浩、房子，直到现在你都没问过我这些年累不累，也没问过我手上的伤还疼不疼，更没说过一句表率了对不起。你嘴上说20年的夫妻情，可你现在要我撤诉，是怕李浩留下记录；要我恢复工资卡，是怕没人还债；要谈房子，是怕拿不到补偿。林桂兰，你要的不是我，是我的钱和房。周先生，说话不用这么难听吧？李女士作为你妻子，主张权益很正常。马律师，这是我方证据目录，包括房屋婚前取得证明、赠与材料，包括长期空置证明、水电记录、邻居证言，对方试图伪造装修收据的视频，企图换锁占房的报警记录，以及李浩关于拿房款还个人车贷的录音。什么录音？妈，是您和李浩亲口说的。另外，关于李浩伪造共同债务说明、发布剪辑视频侵犯名誉、企图抢夺银行卡和多次威胁的材料也已整理。若调解不成，我们会在诉讼中一并提交。你没跟我说他们有这些证据？我不知道赵梅那天在录音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以为没人敢把你做过的事儿摆出来？建国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房子我不要了，你先把浩浩救出来行不行？他不能有事儿，他是我儿子啊！那你就去教他认错、赔偿、承担责任，不是来让我继续替他兜底。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最后帮他一次？我最后一次帮他，就是让他知道犯法要付代价。周建国、林桂兰，请进。进去吧，今天不吵不闹不撒泼，咱们按证据说话。魏女士，这案子恐怕不好打了。双方目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财产分割、债务认定和幸福路房屋权属，对吗？对。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他现在工资高，有公寓，还有老房子，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要就走。调解员，这是我方证据。第一，周先生工资长期转入林女士账户；第二，李浩个人车贷、设备贷由周先生贷款；第三，幸福路房屋为周先生婚前个人财产；第四，对方存在伪造装修证据、私自换锁占房的行为。伪造这个说法太严重了，目前只是双方对事实存在争议。帮个忙，开几张老收据，时间写10年前，装修地址写幸福路。李女士，这个视频您怎么解释？我就是想补个收据，时间久了，原来的丢了。妈，那房子10几年没人住，根本没装修过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周先生，您这边对调解有什么诉求？我的诉求就是，我同意依法分割婚内共同财产，正常生活的费用我也认，但李浩的个人债务我不认，幸福路的房子我也不让。那我呢？我20多年青春白给你了。你要补偿，可以拿证据说，不要拿我的工资和我妈的房子说事。你真这么绝？我不是绝，我是终于按规矩办。从目前材料看，幸福路房屋确实更倾向于婚前个人财产。双方如果调解，可以围绕其他共同财产和合理补偿谈，不要再围绕无证据事实争执。房子这块暂时不好谈。建国，咱们别闹到判决行不行？你多少给我留点脸。给你留点脸，那我的脸呢？
我的脸早在你直播的时候就被你一次次撕下来了。妈，怎么样？房子能分吗？你倒是说呀！律师说不好分。不好分是什么意思？1分钱都拿不到！你别问我，我今天调解室被他们拿视频打脸，你以为我好受？所以你就认输了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当年非嫁周建国，非让我叫他爸，现在至于这么难看吗？你这些年管工资卡，怎么就不知道存点钱？什么叫我没存钱？所有的钱我都给你了。给我管什么用？现在我车贷还不上，房子又拿不到，什么都剩不下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妈？妈是为了你才跟他争的呀。那你就争赢啊！李浩先生在吗？车辆逾期后续款项和违约金需要确认。目前拖车、逾期、违约金合计18600，请尽快处理。妈，你想办法呀！嫂子，以后别叫嫂子了，离婚协议我已经递给李浩了。进来坐。爸，这是我和李浩的部分共同账户记录，还有他几次想拿我身份证贷款的聊天记录。我想这些也许能证明他不是第一次想把债甩给别人。很有用。赵女士，您愿意作为证人出庭吗？愿意。赵梅，你跟李浩毕竟是夫妻，你不用为了我连累自己。爸，我不是为了您一个人，我也为我自己。我要让法院知道，我不是不顾家，是不想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继续过。我要让法院知道，我不是不顾家，是不想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继续过。爸，我以前总觉得您太能忍了，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我一直也在忍。我不想变成第二个您。那就别忍了。爸，以后我们都别忍了。周先生，现在证据链很完整，对方在主张李浩个人债务为家庭共同债务，难度很大，那就按程序走。还有一件事，李浩最近在找人借高利贷，说等他妈分到房子就还。他还没死心。他不是没死心，是已经急疯了。那就让他急，别再有人替他兜底，他才知道坑有多深。李先生，您的征信现在有逾期，正常银行渠道走不了，我们这边可以做民间借款，月息高一点。多高？借5万，1个月利息4000，先扣服务费5000，到手4万5。这不是抢钱吗？先借，我车贷、违约金得还，还有设备贷，不然我账号设备都保不住。浩浩，这钱不能借啊！不借，你给我钱。只要林女士愿意做共同借款人，额度还能高一点。我不借。妈，你不帮我，这利息太高了，妈真还不起。你还不起。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都能做吗？签字。等你跟周建国官司赢了，房子补偿下来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妈，快签啊！浩浩，妈有点怕。怕？你现在怕了？当初花周建国工资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？林女士，您考虑清楚，签了今天就放款。我不签，这钱妈真不能借。行，你也不管我是吧？你跟周建国一样，都想看我死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，精心护出来的儿子，正在一点点的想吃掉我。浩浩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妈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。你不是不签字吗？还管我去哪？周建国、林桂兰准备进入调解室。老周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撤不撤追收？不撤，你非要把我逼到绝路。绝路不是我逼的，是你自己欠出来的。你等着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安生。李浩，你要是继续威胁，我会把这句话也交给律师。
你现在挺厉害啊，离了我，你真以为你能过好？至少不用替你还债。请保持安静。双方证据差距比较明显。李女士，目前您主张幸福路房屋有共同贡献，但您提供的材料存在明显瑕疵，对方还有您试图补开发票、换锁站房的证据，继续坚持风险很大。李女士，我们可以考虑把诉求调整为适当经济补偿。我方可以依法处理共同财产，但不同意以婚前房产换取对方放弃无依据主张。那你愿意给我多少？属于你的依法给，不属于你的一分不给。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冷？我以前不冷，换来的是你们变本加厉。如果双方差距较大，调解可能无法达成，后续将进入审理程序。妈，别答应，拖着他，拖久了他就烦了，总会给钱。我不怕拖，20年我都熬过来了，还怕这几个月？周老师，这个方案我们卡在主轴振动数据上，调了3次都不稳定。这里不要先调转速，先看底座水平，振动不是从轴来的，是地基传上来的。听周师傅的，这2个点重新测，别怕慢，机器这东西骗不了人，你糊弄它，它迟早糊弄你。好的，周老师，我们马上复测。好，散会。周师傅，下周集团有个技术分享会，我想请您上台讲讲。我嘴笨，您不用讲漂亮话，就讲您怎么修机器。年轻人需要听真东西，我怕讲不好。您当年3天3夜救生产线的时候，也没人教您怎么讲好听话。您只要站上去，大家就知道什么叫真本事。远山重工即将举办技术传承分享会，特邀集团老功臣、技术顾问周建国进行专题分享。作为发方的国院方连柜长脑回论群，他还会这些？妈，给我转2000，我有急用。妈没钱了。你怎么又没钱？周建国不给，你也不给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妈？耗子，你这事儿网上挺火啊，大家都说你啃老。少提这个。你现在还欠多少？车贷违约金、设备贷、信用卡，加起来快10万。你继父真不管了？他现在有董事长，有律师，牛得很。要不你找你妈？你妈不是一直护你？他现在也怂了，让他签借款，他不敢。那你就逼他。你妈最怕你出事儿，你吓他一下，他肯定想办法。比如说，你要是还不上，就有人来家里闹，他不想丢人，就会找周建国或者卖东西。浩浩，吃饭了吗？妈给你煮面。欠了10万。怎么又变10万了？逾期违约利息，你要是不帮我，他们就来家里闹。谁来闹？你是不是借了乱七八糟的钱？你别管，你只要想办法拿钱。妈真没钱了。你爸周建国那边也不肯给。那你去求他呀，跪也好，哭也好，都是最会的。浩浩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？你以前不就是这么逼他的？怎么现在不行了？明天之前给我凑5万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。爸，赵梅说李浩可能借了高利贷，正在逼妈帮他还。爸，我知道您不想管他们，但我怕李浩狗急跳墙再来骚扰您。他要来，我就报警。妈那边，我知道是他错了，可他毕竟年纪也大了，真被李浩逼急了，会不会出事？晴晴，你可以关心他，但不能再让爸兜底。我不会替李浩还钱，但如果林桂兰真的遇到危险，可以报警，可以找社区，可以走法律。我不会阻止你依法照顾她，但有一点，你记住，救急可以，填无底洞不行。我明白。
周先生，林桂兰女士刚才去了社区，说家庭困难，希望您支付生活费。我们过来了解情况。这是我愿意依法承担的必要生活费用方案。离婚判决前，我可以按月支付合理生活费到指定账户，但不会支付李浩个人债务。您准备得很清楚。以前不清楚，吃了很多亏，现在学会了。那我们会记录，李女士如果有基本生活困难，可以按程序协商，但李浩先生个人债务确实不应混在里面。做人不能冷血，但善良要有边界。李女士，周先生这边已经提出合理生活费方案，但明确不承担李浩个人债务。浩浩是我儿子，他现在困难，周建国就不能帮一把吗？李浩是成年人，有劳动能力，他的个人债务，您和周先生都没有法定义务替他承担。那他会恨我的。妈，你帮妈跟你爸说说，妈不要房子了，让他先拿几万救浩浩。妈，哥的债不能再让爸还。可他是我儿子啊，那你也该让他长大。你不懂，当年他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带他，我就怕他吃苦，怕他被人看不起，所以您让爸替他吃了20年的苦。妈，爸也有妈，奶奶也怕他吃苦，可奶奶留给他的房子，您也想抢。您疼哥，我能理解，但您不能为了疼他把别人全都榨干。林女士，您可以申请家庭调解，也可以寻求法律援助。但如果您继续为成年子女无底线借债，风险会越来越大。林女士，您是否还坚持幸福路房屋分割诉求？证据不利，建议撤回这一项，争取其他补偿。我暂时不争房子了。关于李浩个人债务，我知道，那是他的债。周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就生活补助部分做适当让步？在离婚判决前，我愿意按月支付合理生活费，金额由法院或调解记录明确，专款专用，不用于李浩债务。你就这么防着我？是，以前不防是我错，以后我会防。另外，关于李浩对周先生名誉侵犯、威胁和相关行为，周先生保留追究权利。建国，浩浩已经够难了，你还要追究？他难，是因为他不承担后果，你也该学着别替他求。林桂兰，你可以怨我，但你再替他兜下去，情况会比现在更惨。如果双方无法就离婚全部事项达成一致，后续将进入审理程序。今天调解到这里。建国，如果没有浩浩，我们是不是不会走到今天？不是，你从来没把我当人。浩浩，你找什么？值钱的东西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，你不能拿！你不是说为了我做什么都行吗？现在卖个镯子怎么了？这是我攒了好久才买的。攒？用周建国的钱买的吧？又不是你自己的钱，你装什么舍不得？浩浩，那是妈唯一值钱的东西了。卖了先还一部分，你要怪就怪周建国，他是被你惯坏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回来拿最后的东西，顺便提醒你，别再用我名字借钱。你管得着吗？你连你妈的镯子都拿。李浩，你现在真是没救了。少装清高，你不就是看我没钱了才跑？我跑，是因为你不管有钱没钱，心里都只有自己。我不会讲大道理，我就讲一句：干技术，别糊弄。机器不会因为你会说话就给你面子。我年轻时候修主轴，3天3夜没合眼，不是我多伟大，是那条线停一天，厂里几百号人就少一天饭碗。以前我以为家庭也一样，只要我真心付出，总有人懂。后来才发现，机器坏了会报警，人心坏了不一定出声，所以人也得学会给自己设一道保护。周老师，您讲的太好了。周老师，以后我们还能找您请教吗？嗨，
当然可以，但别把我爸累坏了。建国，我想跟你单独说几句话。如果是李浩的债，不用说；如果是离婚，找律师。那我还能跟你说什么？说对不起。你爸让你送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买的。妈，爸愿意按月支付合理生活费，您别再去闹了。合理生活费，以前28000都在我手里，现在他给我一点买菜钱，还要我感恩。以前的28000不是您一个人的。晴晴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你爸。那也挺好，至少他现在清醒。你也觉得妈不清醒？妈，您爱哥我不反对，可您不能为了他把所有人都拖死。可他是我儿子啊，我不管他，谁管他？他自己管自己。他从小没爸，我欠他的。那不是爸欠他的，也不是我欠他的，更不是赵梅欠他的。您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人生补您对哥的亏欠，可您越补，他越不长大。周晴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们笑话？我是来看妈。看他现在没钱，你看他有什么用？你们都一样，以前有钱的时候一家人，现在没钱了，都躲远了。哥，你该戒酒，找工作还债。工作？我这征信这名声谁要我？还不是你爸害的！你到现在还怪别人？滚！带着你的菜滚！我们不稀罕。浩浩，那是你妹妹买来的菜。你闭嘴！你现在也没有了。妈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您雇出来的儿子。现在宣布开庭，现在审理周建国与林桂兰离婚纠纷及相关财产争执，双方是否同意离婚？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不同意理由？我对他还有感情。我方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。林女士长期掌控周先生工资，纵容成年儿子侵占周先生收入，并多次通过直播、堵门、换锁等方式侵犯周先生权益。家庭矛盾难免，林女士并非恶意。我可以证明，李浩的车贷和设备贷长期由周爸承担。李浩本人多次说过，反正钱从周爸卡里扣。设备先上最贵的，反正钱从老周卡里扣，他又不知道。我以前被母亲影响，认为父亲挣钱养家是应该的，但看到账本和流水后，我确认父亲长期承担了远超正常家庭生活的支出。晴晴，你真的要这么说吗？我只是说事实。李女士，关于幸福路房屋，您主张共同贡献，但目前提交材料与对方证据矛盾较大，您是否还有其他证据？暂时没有。关于李浩个人债务，因李浩已成年，且贷款用途主要指向个人车辆、直播设备等消费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那我怎么办？李浩，你不是本案婚姻当事人，你的个人债务依法自行承担。都怪你！浩浩，你不是说房子能分吗？不是说债务能让周建国承担吗？现在全完了！妈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你没想到？你除了哭还会什么？你管了他20年工资，怎么一点后路都没给我留？李浩，你够了！妈变成这样，也有一半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他要真为了我，就该早点把周建国的钱攥牢，而不是让他跑了。李浩，你到今天还不知道错在哪？我最大的错就是没早点把你工资卡拿到手。我会把这句话提交给我的离婚案律师。浩浩，你别说了！你也别管我，以后我混成什么样都是你们害的。晴晴，他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是他妈。爸以前也是您的丈夫，您现在疼了，才知道被自己最亲近的人伤有多难受。爸，这套我买的，不贵，您先用着，以后看到更喜欢的，我们再买。不用花这个钱。你以前总这么说，以后不许了。这是我补给您的第一份礼物，虽然晚了很多年。爸，对不起，以前您被他们欺负的时候，我没有站出来。你能行就不晚。
以前我总觉得孩子不懂事，长大就好了，后来才明白，大人不交边界，孩子就会把别人的付出当本分。你以后也记住，帮人可以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周师傅，项目奖金下来了，30万，不是照顾，是您最近改造方案实打实省下来的成本。爸，您太厉害了！这笔钱您自己安排，别再转给任何人。这次不会了。浩浩，吃点吧。就吃这个。家里没多少钱了，妈明天再去买菜。又是催收，你别管！浩浩，要不你找份工作吧，先缓一点是一点。你也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妈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网上名声臭了，征信也坏了，车也没了，老婆也要离婚，你让我去找什么工作？保安还是外卖？你想让我丢死人？你真丢人现眼。工作不丢人。你现在会说这个了？当初老周扫大街，你不是骂他丢脸吗？别跟我讲大道理，你要真为我好，就求周建国。现在他有30万奖金，全网都知道了。30万？对，远山重工刚发的项目奖金。妈，你去求他，你哭惨一点，说我快活不下去了，他总不能真见死不救吧？浩浩，那是他自己挣的。你说什么？那是你周叔自己挣的。周叔，你现在也跟我划清界限了。有事儿？我听说你拿了奖金。然后呢？我不是来要钱的，你不信也正常。我以前每次来都是为了钱。建国，那块表，对不起。那天我不该摔你的东西，也不该骂你丢人。我那时候只想着浩浩，只想着钱，从没想过你也会疼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被自己最亲的人骂没用、没本事是啥滋味。浩浩现在也这么骂我。我不是来求你复婚的，我也没那个脸，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这句对不起，我收下，但我们回不去了。我知道。以后生活费按协议走，你有疾病可以联系周晴，也可以走社区，我不会见死不救。但李浩的债，我一分不管。我明白了。建国，你以后好好过。我会的。双方自愿离婚，周建国按协议支付林桂兰合理生活补助至判决或协议生效节点。幸福路房屋归周建国个人所有，林桂兰不再主张分割，李浩个人债务由李浩自行承担。双方是否确认？确认。确认。建国，我以前总觉得你离不开这个家，现在才知道，是这个家离不开你。我把你当成工资卡，把浩浩当成命，到最后工资卡没了，命也不听我的了。但我活成这样是我自己作的。以后别再替李浩还债，也别再把自己的错推给别人。我会试着改。那是你的事儿。爸，结束了吗？恭喜您。不是恭喜，是终于清楚了。爸，我们回家吧，回您自己的家。这屋子啊，总算又有点人气了。爸，以后周末我常来陪您喝茶。我也来蹭茶，不过我现在不是您儿媳了，能不能来？你愿意来，就还是家里人。周师傅，乔迁也不通知我，这算什么乔迁？就是回老屋喝口茶，能回到自己想回的地方，就是好事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给我点钱。我问你要点钱，你看楼上干什么？
我只有这些，你要钱自己去挣。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浩浩，妈以后不会再替你还债了。你也不要我了。不是不要你，是我不能再害你，也不能再害自己。爸，你以后有什么想买的，直接买，别再偷偷省。就是，第一件事儿，先买块新表。买好的，远山重工老功臣配得上。表会买，但这次不是为了证明我配不配，是因为我自己喜欢。爸，你终于开始为自己活了。我以前总以为工资交出去，家就稳了，后来才明白，一个家如果只靠一个人流血撑着，那不是家，是牢笼。人这一辈子可以为家人付出，但不能把自己赔进去。工资是我挣的，日子也是我的，后半辈子我想好好过。妈，这回我为自己活。